特效好一点。这个特效是不是好点啊？我在干嘛？我在直播给你们看啊。今天这么早上哈，是有一个原因，就想说早点上，然后呢中途去刮一个胡子，好让这个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其实我也很久没有见到自己没有刮胡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了，就这样可以给大家有个，包括给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黄黄的，不是清醒的认知，就是这种，就可以有一个那个，哎，黄黄的哦，灯没开，嗨，凉了吧？凉了吧？等我就去刮胡子，就看看胡子以后刮完胡子以后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对，刚刚忘记开那个补光灯了，哈哈哈，好久不见啊！我想想，我这个形象比较适合现在跟大家聊聊滑雪的事情，因为大家不是也知道我前段时间去滑雪了嘛。然后呢，其实去年大概同样的时候我也去滑雪了，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视频，但因为我把那个相机360摔坏了，所以导致很可惜，有些东西就丢失了。包括当时去剑桥游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那个视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丢失了，好像是模式没选择好还是怎么样，就丢失了。所以呢，这次呢，我非常的小心，对，所以应该保存了一些，应该没有丢失，因为去年那个360直接都被我摔坏了，后来返厂去修了。今年是异常的小心啊，因为今年其实去了一趟那个崇礼滑雪，然后呢出师不利，本来想去开个板嘛，就想说先热脚，然后再去新疆。其实出师不利，就是摔了一次，就是特别，我觉得是我人生以来摔的最严重的一次，出现了短暂的失忆，就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我怎么摔的，因为什么摔，然后我大概就记得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被人喊起来说问我没事吧，大概的就是没事吧，然后我说啊没事，然后我就自己滑下去了，然后滑下去把板子一放，然后坐在一个餐厅里我就晕了，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助手，我说你们在哪？他说在山顶等你啊，我们坐缆车上来了。我本来还想拍一些视频，拍一些什么的，然后结果我说你们赶紧下来，我说我现在有点懵，我说我摔了一跤。就当时我感觉我这个左半边是有点白白的，就是像那种眼睛被压住了那种白白的，然后看不太清楚，然后我就坐在那没动，反正就摔得很惨，感觉有点轻微脑震荡吧，就那种我也就出现了短暂失忆，然后我也没有敢跟我妈讲，因为我怕她担心，因为过2天就得去跟朋友约好了嘛，就得去新疆滑雪，所以呢我就没有说。是，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害怕，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危险。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哦，这对我来说老吓人了。
我也没敢，我妈都没敢给他看。滑雪真的要他肯定，我感觉给他看了，他就再也不让我滑雪了。所以这次去滑雪，你们看一下，摔的那个就是你们看到那个在机场那个淤青，就是磕的眼镜，然后这边都破了，然后鼻血也摔出来了。哇，那2天我感觉我的这个一晃脑，我的那个脑浆就在我的这个脑袋里晃。所以滑雪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我也听说一个粉丝滑雪那个手摔断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滑雪确实是一样极其危险的运动，也不是极其危险的运动吧，是因为大家在享受，因为它可能在海外，在就是野外，在室外，然后加上速度的刺激，而且会有一种错误的估计，就包括你在后面的看到的那个，可能我的滑雪视频里，我也不会像去年那样就是一直跳啊，一直转圈啊，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因为第2年嘛，他们说你第2年就是跟第1年比，感觉就完全是2个人。我说怎么呢？因为去年我在滑雪的时候，我每一天我都是顶门，就第一个去，就是他们都在睡觉，我就起来自己吃早餐，然后上雪场，然后开始练就练，也不知道疲倦，不知道累。然后今年就感觉突然对滑雪的这个热情没有那么大了。后来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吧，就是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上打网球了，对我的很多精力，很多这个时间都留给网球，而且我觉得我因为打了很多网球，所以我的身体处在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而且滑雪穿装备啊或者什么的，去雪场啊或者是什么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反思了一下，就是在崇礼那次是因为就是人太累了，第1天到了就立刻滑了以后，然后当晚上因为那段时间北京很冷也很干，也没休息好，第2天又早的起来滑，然后又是你刚刚开板，对这个东西不熟悉，然后你又觉得你能跳你能蹦，好像状态好的时候还可以哈，结果就摔了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崇礼滑雪它风比较大，它的温差也比较大，它有的时候做那个吊椅，它眼镜很容易起雾。我当时觉得应该是我的眼镜起雾了，然后影响了一部分的视线，所以他在视线不好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其实眼睛起雾是个非常关键。然后关键我那天晚上，我第1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去问我说我眼睛老起雾怎么办啊？然后有个那个卖雪具的店员就说你别擦，你擦了它有一层那个保护膜，你擦了它就没用了。所以当时起雾了呢，我就想起他这句话，我就没有擦那个雪镜，导致我就让他这样的写。我说就一个角一部分没有关系等会儿等它暖和了一点，我下去再坐一趟这个缆车上来就怎么，那可能就是这个一小小的视野的可能一点点盲区啊或者什么的，就导致可能来不及反应，或者就是你的本能因为视线的或视力的影响，导致了就是你身体的那个没有跟上，就是摔了。所以滑雪真的是，然后导致我后面不是去年不是还跳，所以今年我去了，就带着这个伤痛去了。你看去的时候这里还是摔坏的，去了新疆以后，佛系，第一我一定要睡饱，吃好，穿暖，能不跳就不跳。我现在你看我都没怎么跳，
就基本上都是正常滑行，然后我去把滑行的技术精进了一下。那其实我在想，后来我就一直想，因为我是一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学什么东西总想把它做好，然后比较要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嘛。然后我也是就是劝说自己，就是因为也开始喜欢上打网球嘛，就劝说自己，就是说不要去那么逼自己，因为这些个运动确实风险系数比较高。然后呢，而且其实就是因为任何运动，你从不会到会到滑的还不错，是如果你有点运动天赋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就是很快你就能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进步，你能飞速的感觉到自己进步。但是呢，到了一个瓶颈以后呢，你再想提高，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付出在这项运动上。后来我想明白，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花在滑雪上。我想明白的是这个，就是说，无论我再怎么努力，我天天去顶门，我可能多滑那2个小时，我也没有办法，可能，对吧？做很漂亮的动作，然后像那个视频里，就是人均那个视频博主、那滑雪博主、滑雪教练，呱跳起来360度。去年就很迷恋那个跳起来哇360度，但你看你单转360度也不好看，你得建立在你能在滑行当中衔接动作，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漂亮的动作来说，大家这个视频才拍得好看。所以呢，就等于说降低了自己的一些预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不足，因为可能身体素质比较好，你就会强行去做一些动作，就是靠身体能力去弥补，并不是你滑雪怎么样的技术到了去做的一些那个动作。所以呢，还是就是如果大家想学滑雪，或者是真的喜欢滑雪的话，确实滑雪是个不错的运动，也很健康，每天，但大家一定要就是说，请好教练，然后呢，踏踏实实练好了，不要那么去着急。就像我可能会有些着急，因为本身可能因为身体天赋比较好肌肉控制能力比较强但是你难免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像你血筋起雾或者是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我觉得大家要练好了，再去享受这个运动，就是不要像我一样的就是急于求成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体的极限嘛，就包括可能我打了这么久网球，身体已经很疲惫是一个疲惫的状态下，然后再加上又去滑雪，然后主要是而且滑雪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舟车劳顿嘛，也会很影响你的状态。所以呢，我更多的滑雪其实是你放平个心态，就是说当然也滑雪滑得好，就是滑雪我觉得我的状态蛮好，就是我每天大概11点钟就睡觉了吧，11点钟就睡觉，然后早睡早起，吃早饭，非常的健康。我觉得我就生物钟就被调整的非常好，在滑雪的这段期间里，然后也跟朋友，就是说这像一个跟朋友出去短暂的去放松一下吧，也有点像度假，然后呢又有点工作，有点运动，又比较健康的一个度假的一个这样的跟朋友一起出去，对这样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行程吧。对，年底了肯定会去做检查，但是这次摔到脑袋，应该我想了想也没有出现过失忆这个也谈吐大家也看得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也是很小心，我还怕脑子出现什么状况。然后你知道关键是什么东西？关键我摔完前面以后嘛，摔完脑袋以后，应该还好，我当时我在瑞士摔怕了，我就下定决心去买了一个很好的头盔。我觉得这个头盔真的是帮了我很多，我眼镜也是帮我挡了，可能就减少了
这个脑震荡的这个，因为崇礼的雪比较硬，所以降低了撞击的这个威力。然后你知道到了那个阿勒泰，哎呀，也是我去玩那个像公园一样那个坡，也是卡了一下前刃，叭就那个飞出去，还好我飞出去了，还好我那个反应快，因为那时候休息好了，就在我们要去吃羊肉串那个前面，快到那个串那儿了，最后一个坡了，一松懈，卡个前刃，啪出去，咚，摔得我2个肋骨，左边肋骨疼了好久。后来还好买了一点，就是那个有一个什么跌打的那种药，就是涂了涂才好的。我右边的这个腰这下面的屁股也摔的现在也有点疼。你看我还每天拉伸，每天泡魔肘滚，你回去以后真的就是累的，这一脱完衣服就还要在那儿泡魔肘滚半天。我想真的是年纪大了，还是摔的我真的脑瓜子嗡嗡的，所以我后来都没怎么练那一些动作，就是起跳的动作几乎就不练。对，还是打网球好，打网球，而且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去滑雪呀？我为什么要滑雪呀？打网球多好啊，家楼下就能打，随时都能约，还可以跟朋友互动。打完了以后，这个新陈代谢上来了，也挺开心的啊。为什么要滑雪呀？然后你知道吗？我不是回来的时候嘛，那也老惨了，下雪封路，走不了。本来我不是定的13号回深圳的直飞，对吧？走不了，改到14号去广州，广州完了再折腾到深圳。然后那个你想看，从和睦到阿勒泰就得5个小时，飞机又5、6个小时，折腾，腰都快坐断的折腾，心脏太大了。然后你知道吧，还有出现了什么状况？你们看我现在戴眼镜嘛，你看我这个，看到吗？眼睛是肿的啊。当然这个也是可能有一点摔的，它有点淤青，有点肿。是什么？我不是去那个道外滑吗？道外滑，因为我们有导滑还好，然后去了道外滑，哎呀，挺开心。滑到一个那个路悬崖边上下不去，那怎么办呢？那导滑先打了个样，就是那个他不管他的那个板子啊，他板子挺旧的啊，嘎就撑着那个板子就下去了，心想卡在那个石头上就下去了。我心想我刚买的板子啊，我刚换的板子啊，刚换的快穿节约一点体力啊，我就心疼啊。我说不行，我不能够伤害我的板子，我刚换的快穿，刚换的新板，因为为了节约体力，滑雪累啊。我去年穿的那个绑带的系带的，我的天哪，我这光在那咔穿鞋了，每次人家都要走了，我还在那穿鞋呢。我就把鞋脱了，从那个山上，这个鞋不是很高了，应该是3米吧，3、4米吧，我就扔下去，让他们在下面帮我接着，倒着扔下去。好，板没事，没滑掉啊，没有像那个我在哈巴雪山的那个360一样滑到山底去，我倒着扔下去的，好，扎到雪里了，没动。然后呢，我不就爬下去嘛，我就穿鞋子，我就爬下去嘛，爬下去真的变成一个笑话，他们在嘎嘎笑。
一开始不是下面都是石头嘛，顺着那个因为很陡嘛，我就石头我就扒的石头，我就这样扒的石头，然后一点点往下蹭踩那种石头嘛，实心的嘛，踩到最后要落地的时候呢，下面是粉雪，我也是傻，我一脚踩下去，踩空了吧，因为雪嘛，直接就陷下去，我一没重心了，然后但是它那个又很陡，我就一头，我感觉我的脑袋变成第三只脚，就扎在那个雪里了。当然呢，痛是不痛，但是好像稍微因为它再粉，它也稍微磕了一下，然后就稍微我那天晚上这里有点酸痛，到后面就好了，呱磕的那个扎的那个雪里。那你这个是为什么肿呢？你看啊，你看都肿起来了，肿得好大。为什么肿呢？是因为我不是去阿勒泰去和睦嘛，然后呢血镜什么都打包了嘛，然后我也没注意，因为去年也没有，说实话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就是然后那个师傅带我们走了一个特别美的，就是类似于地质公园的路，哇，漫山遍野的雪山，回头我的那个有拍一点视频啊，在那个公路上，好漂亮，好漂亮呢，你就忍不住的想拍照嘛，我就拿着手机，哎呦，漂亮，拍一会儿你就觉得眼睛不对劲了，你知道吗？你就一下子就感觉就那个血盲症，就没注意，所以以后出去这种新疆啊这种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戴好墨镜，就是确实很容易血盲。然后我就借了我朋友的那个墨镜来戴，他全程他就把他的那个墨镜戴给我了。因为我的眼睛其实我就想起了之前在新疆工作的时候拍戏的时候，也是拍了3天进医院了。它那个紫外线和这个漫山遍野的那个雪一蹭，确实很容易血盲。所以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因为后来还是你得每天滑雪嘛，就它没有很好。这2天回来稍微好，它就一直感觉就是稍微有点眼睛有点炎症，就是泪水很多。然后但是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在新疆是有点光一强就会有点模糊，就是看东西会有点模糊。后来现在回来以后，因为环境改变了嘛，所以就还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血盲症，这个的风险。所以就是去那边一定要戴好墨镜啊。后来你知道回来我不是没墨镜吗？没墨镜，我就戴个雪镜，全程我戴雪镜，我说怕那个有血盲。没什么问题，对，问题不大，所以现在那个就大家还是就是这个我提醒大家，就是滑雪需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啊，穿好护具我是穿好了，但你知道护具你知道吗？被我摔烂了，右边摔的比较多，因为我右脚在前嘛，摔的比较多，右边那个泡沫的那个防撞的那个东西都被我摔掉下来了。所以滑雪还是得小心一点，确实，一定是，所以任何运动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这个运动基础之上的，就是训练之上的时候，才会有更好的表现，你的姿势才会好看，你才会做动作流畅，才不会摔跤。所以呢，大家学习运动的时候呢，基本功一定要好好打好。这次真的是。但新疆羊肉串是真的很好吃，下次可以换个地方滑雪。那就是你在那边，你看休息的也很好，就是就是早睡早起啊，然后特别的安静。你就回到城市里吧，你就总觉得放不下一些东西。就像我在家的时候，虽然是很早就进入房间躺着了，但是有些工作啊，有些思绪的东西啊，好像
就 close 了，就非常的接近了，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磁场，就是晚上你会想看一眼啊，有什么东西啊，然后思考一些在剧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呢，工作上的歌的 OST 的很多的一些东西，然后考虑很多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会，然后就会。心思稍微会去重一点嘛，所以就会影响睡眠。那边真的是傻睡，每天傻睡。游泳也挺好，少滑吧，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多练习，少去做危险动作，对，滑雪就是真的倒下就能睡。然后也是开会对了2次这个歌词的事情啊，对。然后这次在那个在新疆，在新疆的时候，然后因为不是，其实一直以来，其实做完第1步以后，就一直在思考和策划第2步的事情，所以呢，也去你一定要通过不断的这个看东西也好，去丰富自己嘛。所以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晚上都很无聊，所以就是打开电视就看了那个《Peaky Blinder》，就是浴血黑帮。Peaky Blinders 还是很帅啊，就是他们这个黑帮片还是很帅，然后剃刀党的家族 Thomas Shelby。然后这个男主演应该大家都是蛮熟悉的，对，Murphy，其实我还没记住他，但是我看过他的很多戏啊，那个叫什么？他好像那个也演了吧，就是那个睡觉《盗梦空间》是不是也演了？《盗梦空间》好像他演了，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他不演了那个叫什么？奥本海默。对，然后那个确实，而且我看过之前老刷到他一个采访，大家就觉得他很有魅力嘛。然后他说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觉得这就和我们之前我说过的那个认知觉醒里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本能脑是算力和速度是超过了我们的理智脑的。那其实它的计算速度很快，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去训练过我们的本能脑抓取的信息，有的时候其实是被我们的理智脑给忽略掉的。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就是小时候想去网吧上网，骑自行车，然后呢，你停这个自行车停到网吧门口的时候呢，你就会想，我会不会因为爸妈认出了我的自行车，
而进网吧看一看，把我给抓了。这是非常快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本能脑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本能脑来自于什么东西？来自于我们对危险的抵抗，对吧？这个自然也好，什么都，就是它非常快，就大概是0.01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哎呀，有的时候就忽略掉了，果不其然，你就在网吧被爸妈抓了。那就是其实就是，然后下次你还忽略，还被抓。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他说的这个直觉，就是我们要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马上做出调整。就很多时候我们是忽略到自己的直觉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哎，就可能要通过很几次的吃亏，你才知道，哦，这个自行车不能够放在网吧门口，很容易被抓，因为这个爸妈完全的洞察到了你的脑回路。因为本能脑发展的时间最长，然后是情绪脑，然后是理智脑，所以就是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用情绪去处理问题，深呼吸一下，然后呢好好思考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去情绪处理问题会越来越糟糕。就像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想说，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不要把不好的情绪传递给自己员工，因为它就像一个情绪，什么东西人都是要出口的嘛，除非他有个出口。如果你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假设是一个这个集体里面，它是会你的情绪，比如说发泄给别人的，他会在这个公司里循环，以另外一种方式再回到你身上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可以看看那本书，然后今天在那个上课的时候把这个人类简史也看完了，挺有意思的一本书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浴血黑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是值得看的一部戏的。他们无论从制作和大家的演技来说，描绘出那个年代吧，然后一些人性的，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是能够看出人性的阴暗面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是完人。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他们因为老师嘛，教授他们很喜欢用公式和数学的方式去解释很多东西，但好像跟我们这种学艺术的，就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就说，他说你们有他说同学，我坐在那儿，他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长得帅的通常没有演技。他这是人，就是说上帝是公平的，长得帅的通常没有演技，然后这个有演技的通常长得不帅比如说谁，我就不说了哈。对，然后呢，他说这个是25%的几率，然后呢，那你就中了这个基因彩票，你长得帅，你可以进入娱乐行业；你中了25%的几率，你有演技可以进入娱乐行业。然后那就是50%的几率。他说你这看起来像一个因果的逻辑学，或者什么概率学的什么东西。他说其实这不是的。他说很有可能某个人是中演技和长相都中的。然后他们就用这个表格去来分析这个事情。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聊，我说其实。但你看我就像我之前我也说过，其实你讲起国外的一些这个明星也好，这个演员也好，比如说像 Tom Cruise Brad Pitt 然后克里斯蒂安贝尔包括这个墨菲 Murphy， 帅吧？帅，有魅力，真帅。他一个侧脸，那个烟雾那个光影给他一打，不说话，蓝眼睛，太帅了。
有魅力吧，他塑造一个人物，他也有阴暗自己的阴暗线，也有他自己自私的东西，但是你就会觉得他是人，他很有魅力，他为了他的家族考虑，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谈判的时候他也有恐惧。那后来我就跟老师探讨，我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概率学或者什么这个数学能解释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首先得对这个行业，比如说对明星、对演员这个职业去魅。就是因为我师弟在英国上学，他说他在公交车上还能够遇到小雀斑，然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街边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感受生活，然后与一个陌生人交谈。我说，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戏剧和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自于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括有些老师他说他买菜的经历啊，或者什么，都跟我讲述他的经历，这都是他经历过那个时间段，他与社会上很多的大部分的人，他达到了一种共情和了解他们的故事以后，他去借鉴到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去演出一个好角色。我说那大部分其实，自从这个变成一个生意以后呢，然后呢，其实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很红，他很有流量，我说他能就好比说我教授，我跟你聊天的机会，我们去聊天谈天说地，去了解您的性格，去什么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会有层层的壁垒，会给围住，这样他就会导致他在去塑造一个人物当中，他会有一些缺失。然后又聊，然后我又想起来，就最近就是看剪片嘛，也确实这个，你说实话，就是说，我在表演上，在这一步上，你说我对自己有什么突破吗？我觉得当时我演的时候没有，但是我看片的时候，我觉得发现也是有的。当然，我这个具体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明显进步，就是说你的身份转变了以后，就比如说你参与到导演的这个部分了以后，你会去纵观看每个人的演技，然后呢，你会去找自己还有什么提高的地方，因为这个过程你以前是从来不参加的，而且你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剪辑，怎么样让片子节奏更好，怎么样让片子起码是一个及格的东西吧，因为我说了。总归会有遗憾的嘛，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得往前走，往前推进。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可能我通过后期的东西我去加一点，然后我去弥补一点当时的一个没有表达到完美的一个，或者没有表达的更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参与到后期剪辑后不断看片的时候，这个就是像有点那种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那种感觉。你首先得让自己看得舒服，观众才会看得舒服吧。首先然后去找类似像妈妈呀，然后去提一些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剧本，我们参与过拍摄，我们太熟悉这个剧情了，所以当他们看了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所以这真的是。本来是希望很快跟大家见面的，但是也是，觉得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吧。虽然篇幅没有那么长，但是毕竟是多年以后拍的一个东西，是很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品质和做出一些，然后也确实，你说 OST 啊、后期剪辑啊、特效啊、配音啊，你都得全程参与，而且你都得看、都得听、都得自己把握。这个确实没想到，就是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后期的制作是要花这么多功夫的。因为对于演员来说，就是拍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嘛，然后
讲到这里也是，哎呀，说之前我们说的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嘛，也很遗憾，本来月底的时候就是可以跟大家好好见面，然后也很想念那个舞台上的自己，然后也可以，其实排练的日子什么都已经定好了，然后可以唱自己的新歌。我是真觉得我那几首新歌都非常的好听，但是我知道，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吧，对，所以没办法跟大家线下见面，然后也知道给大家，因为都是预定好的嘛，确实，包括我们在这个筹划的时候也预定了，也有，当然了，对，给大家造成了不方便啊，或者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啊，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会被一些固有的习惯推着走，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顺利，因为你办过一次了嘛，而且很顺利的就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呢，大家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哎，我们要办了，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了，那这个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就可以 OK 的。那我也没有多想，确实我也没有多想，所以其实而且现在我们因为大家看新闻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知道，我们确实在经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吧，但是我们就在经历这个时代，所以老师也在说，其实这个世界唯一的不变是变化。那我觉得就是吸取教训应该要更谨慎一点，就是什么都已经确定好了，然后呢更多的一个准备的时间，然后再去100%肯定了再去通知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反思的，因为之前的经历都在那个拍片和剪片嘛，然后其实也一直在跟编剧讨论下一步的一个事情。确实是我觉得开始做戏了以后，确实自己的这个工作量就是蹭的往上涨了，你知道吗？你要管好多东西啊，就像我刚才说的 OST 剪辑，然后不断的反复的看片子，然后这个配音调色后期制作，然后哪里能够加台词，然后补充一点后期的这个加深它这个情节的这个规定情节的可信度，或者是这个环境，然后加一些也宏观的，让它看起来制作更精良一点就是反正跟我说，对，所以我觉得忙起来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遗憾是不能够跟大家见面。其实我很珍惜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种能量。明年我觉得积攒努力吧，因为我知道每次大家出来见我和这个都非常的不容易，都是要克服万难的需要提前准备很多东西，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工作也都很忙需要请假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说尽量就是提早准备，然后确定好，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因为这边在拍戏，这边又要准备这个东西，所以去忽略了一些东西吧。就尽量我是想的是，还是会抽出时间跟大家见面，然后我是想因为第一次这个拍片你肯定是不熟练的，做这个工作，然后我想第二次我就会更熟练更快一点，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就可以不断的滚起来，然后就可以把时间安排的更加的合理更好，
然后再加上运动保持好自己的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多见面，不管是在电视上，不管在片子上，还是在线下，都能够更好的状态见到大家，然后呢有更多的事情去跟大家分享。就像滑雪，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荒诞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对吧？然后还有去打网球比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以用打网球的方式去这两天应该会发出去那个 vlog 吧。对，其实也摔了一跤。你说网球完全安全吗？也没有完全安全，也摔了一跤。运动就存在风险嘛，对，但是还好那个摔跤就是有点擦伤，挺有意思的，就是以球会友，然后发现每个人的风格，你去适应的时候就是。然后今天老师也是聊了一个东西，他说其实在国外的学校里会大量聘请那种运动员，就是运动很好的。为什么国外把这种运动基金呢？就给运动员很多奖学金啊，他也会招运动人才去进入他们的金融行业。他说其实运动人他们的神经会更发达一些。运动神经发达，然后他们的对于失败的忍受度会更高。就像我们之前我也看到过一些就是短视频，就说反正一个富豪吧，我忘了是谁，就说他说你最希望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能力？他说我最希望我的孩子不是说我给他多少钱怎么的，我是希望他变成一个有韧性的人。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不确定事、不确定的人、不确定的物，那我们他希望他的孩子有韧性。他其实就是他说，运动员为什么会擅长运动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因为在他比赛当中，很多时候他都面临失败，就像对吧？滑雪的时候摔倒是一种失误，也是一种失误吧。你得无数次摔倒，你才可能要进步。你再厉害的人跳，他也有摔倒的几率，对吧？那打网球，我现在很好的，对，我现在是很好的。你也是拿了2个亚军吧？当然，我抱着冠军的这个心态去的，没办法，这个拿了2个亚军。那第一天你知道吧？第一天去的时候，第一天你是不知道规则，完全懵的。然后你看那个规则，你看那个字你都认识，但是呢，你就不能够100%完全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打的，对吧？好，反正就是愣着头皮先上面比，然后比到最后大概明白，原来是这么打。然后还有1、3、5换边，还有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换与不换，大家还有有商有量。然后呢，以过往的经验是这种室内场都比较暖和嘛，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穿的太少了，给我冻的。然后每个人打球风格不一样，我第一个跟个小伙打，他后来你还去研究那个积分，就第1名跟第8名打，第2名跟第7名打，我永远上去都是打那个排分最高的那个，我上去都得先把那个最厉害的打掉。然后呢，上去我就注意力很集中打就过关啊，就是把那个打掉了以后呢，第2个决出来的，因为第2个是4、5名打，18、27、36、45，那4、5名呢肯定是这最中流，这悬殊最小的中流的这个打。第2名水平就第2个打的水平就不怎么地，也不是说不怎么地吧，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啊。然后呢，很奇怪，我打了2天那个都碰的是年纪偏大的，第1个都是小伙子，都比我年轻，26岁。第2个一看都比我大，第2天碰到的那个还是第一次打他儿子，第2轮打他爸爸。然后呢，完了那些第2个碰到的呢，
我第一天不是冷吗？穿太少了，因为以我在那个气膜棚的那个经验，这个室内应该是比较暖和的，不会这么的冷。咔，然后他也很，我不知道是他战术还是什么，就发球很慢，节奏也很慢，就给我打冷了，打得我耐心都没了。但是呢，你打完第二个，你就去冠亚军争夺啊，那冠军那最后大浪淘沙出来的，这我俩最强的那就要比了嘛。那个兴奋度又提不上来，而且你知道吧？不是我找借口哈，我就在分析，因为我赛后我是一个很喜欢总结和分析、反省的人。我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对吧？我明明我觉得我能够打过他的，为什么没有打过？就第一是那个人把我打凉了，我的状态就从一个一开始兴奋荡到谷底，又要强行兴奋起来，而且那个时间点就非常的尴尬。我是一个有时候习惯午睡的人。然后呢，你想想看，12点到2点打比赛，一开始12点我还顶一顶嘛，对吧？第二场可能1点来钟顶一顶，等到1点半到2点这会儿，困了，又冷又困，状态又正好往下掉，是吧？我就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哎呀，然后呢？我说下去，第二有经验了吧？赛制搞明白了，就是一开始你想看18273645打完以后呢，晋级下一轮呢，就是然后就开始就两边打嘛，那就是前4名两边打完最后决出来1、2名再打，就一开始先决前4名，然后再决前2名，然后前2名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赛制。后来搞明白了，然后呢，先石头剪刀布，选先发球还是先站哪边我说好，原来还有这个，好，石头剪刀布。然后呢，1、3、5、7换边有的人换，有的人不换，可能打到后面越换就会越按照规则来哈。好，第一次该搞清的摸清楚了，咱这冷过了，第二天也不能够再冷了。第二天去，稍微热了一会儿身，你看遇到那个又是打那个最厉害的，因为我没有积分呐，我这个小白呀，我是那个积分垫底的空白账号，没有积分。打那个最强的，先把他过了。好，没借口了吧？第二轮也是过了。打他爸，打他爹，也过了。他俩打完以后，决赛最后一轮也没打就走了。我在打，哎呀，哪晓得，这哥们儿太厉害了，我是越打又觉得我打不过他，就是那种跟他对峙，打完了以后，人家每个球都能接到，怎么打都打不死，实力有差距。认清自己差距以后，他就6-0就给我结束了，我也高高兴兴回家吃饭，拿了2个亚军。哎呀，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比赛是挺有意思，而且跟大家以这种方式去交流，这就是走进生活嘛，走进这个大众的生活，而且会简单的聊，会去有不同性格、不同爱好。当然都爱好网球了，不同的体型，不同的身高，不同的年纪，他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是什么打法的风格。那我们决赛遇到的还是个左手呢，左撇子，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啊，浴血黑帮，可以去看一看，确实不错。然后你知道还有接下来你看，不得不讲讲老妈的故事，又到了这个说老妈的这个环节了，对不对？我是左撇子，但我打网球不是左撇子啊，他那个旋球跟别人是右手是反方向的。到了讲这个
这里我们准备的这个材料里说了几个东西，我觉得还Thomas。旁边还有说呢。喜欢的不是暴力，是生存的韧性。对，你看，蝙蝠侠、盗梦空间、敦刻尔克、奥本海默。哇，最佳男主角奥斯卡，最佳男配。为了还原奥本海默销售神经质的物理学形象，进行了减重。饥饿表演法，利用因饮食而产生的真实生理和心理感受，那种眩晕、虚脱与现实脱离感，这种真实的饥饿和脆弱感融入到表演中，完美呈现了奥本海默在荣耀巅峰时内心崩塌的复杂。自学量子物理与口音，真不容易。然后讲讲和妈妈的事情哈。妈妈真的太好笑了。我前面讲过嘛，我们去的那个，从阿勒泰到禾木嘛，那个司机给我们带了一条很漂亮的路，非常漂亮，不是老拍的有点雪盲嘛。然后路上就有狐狸，而且很多小狐狸。老可爱了。然后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在路上就买了那个肯德基那个鸡翅，他有狐狸，然后呢我叫狐狸啦，然后他就看到狐狸，他就那个丢了一个鸡翅给那个狐狸吃，我就把那个拍下来，我说妈，你看，我妈给我回，哎呀，小松鼠。我说妈，你见过这么大的小松鼠吗？我说这是狐狸。我说哦，那我妈又回我啊，小狐狸在吃雪。我说妈，小狐狸为什么要吃雪？它在吃鸡翅啊。我妈真的太搞笑了。小狐狸，小松鼠。小松鼠在吃雪，哎，但是从另外一个想又有点悲伤，又有点感伤。妈妈的眼睛不太好，理解，她看不太清楚。等会儿我去刮胡子，我想不直播刮胡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看那狗狗，哎呦我去！奥斯卡，我在直播，你看好安静啊，他就在那睡觉。奥斯卡，奥斯卡。来，奥斯卡，上来，跟我
奥斯卡，奥斯卡 ，come here。奥斯卡 ，come on，come on。奥斯卡，奥斯卡，不上来呢。啊，come on。奥斯卡。别舔我。奥斯卡，打个招呼，来打个招呼 ，say hello。奥斯卡，奥斯卡好可爱，这是我朋友收养的一只流浪狗，也养了2年多了。他之前是，你看他的眼神里就是，哎呀，有的时候就会特别心疼小动物，就是这样，因为他被流浪狗嘛，就是他每次都是好像之前也被别人收养过，然后又还回去的，然后再被收养，就是他有一种。就是让人感心疼，他的眼神里就有种那种不安全、不确定和那种讨好的那种眼神，就是因为他的之前不安定的生活，可能那种小时候的阴影颠沛流离，然后导致他有种那种总是有种那种不安定的那种感觉和那种有点楚楚可怜的那种感觉。对的，但是我朋友就是都很好啊，跟他陪他2年多了，因为我朋友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然后很开心的人，所以很好。你看他对他老好了，是不在家都是电视机都开着放音乐，放这种狗狗的给他看，然后每次你看回到家有个小狗。等着你看，奥斯卡，奥斯卡，奥斯卡 ，come here，奥斯卡，奥斯卡，奥斯卡 ，come on，不理我，奥斯卡。老师，come on，不鸟我。好了，我先下一会儿，我等会儿再上来啊。我刮完胡子，与大家见一面。我先关了啊，我去洗个澡，把帽子摘了，刮个胡子，一会儿见啊。稍等啊，10分钟，冲个澡，刮个胡子，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会儿。没有，眼睛还肿，刮完以后显得更肿了吗？刚洗完以后。只能这样看，你看眼睛都是红的，这地方肿起来了。不对劲儿啊！刮了胡子的男人，只能这样。这样子，确实刮了以后不太好一点。哎呀，看这次，但这个被那个眼罩蒙的。长了一个痘，讲了1个小时没喝水，有点渴，我喝点水。
而且滑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得注意护肤。那冷风，那干燥，每天一片面膜必不可少，然后得用那个玫瑰油厚敷才可以，要不然不抗造啊！嗯，是不是肿得很大？胡子没了，好不习惯呀。滑雪一定要小心哦，滑雪一定要小心。对，等我再滴点药水吧，滴点药水。在哪儿啊？出门在外多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不管是滑雪还是任何运动，虽然我知道你们不会运动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们，知道吧？特别年底啦，大家开开心心过年，对吧？保持好身体健康，好好陪家人逛一逛，陪父母唠唠嗑。下次滑雪小心，滑雪一定要小心啊！好了，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注意保暖，然后要平平安安，然后最后吧，收尾了，给大家看完刮完胡子的样子，也收尾了。唱的是什么歌呢？最近我老被一首歌刷，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烟花易冷。找下歌词啊，烟花易冷。之前就很喜欢这个歌。烟花易冷。没听过，烟花易冷。我最近老刷到，它不是有出了一个那个 R&B 版的吗？然后就会老刷到这个烟花易冷。唱一下啊。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再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好像唱错了。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唱错了。我最近老听副歌，主歌没怎么学。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冬至本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就像春灯，泥潭一曲古筝。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伴随着一首《烟花易冷》，今天的直播就要到此结束了。我确实聊了1个多小时，这个原来说话聊天比唱歌感觉更累。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不要像我又受伤眼睛又肿的啊，然后好好的护肤，看看每天自己精神饱满的状态。然后今天我也是跟朋友在聊，他说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都是用一种快速快捷的方法去达到某一些目的，对吧？就比如说我这个因为我不是血盲了嘛，视力就下降了，然后呢我又会做一些眼保健操什么的。就是你看小时候其实我们的眼保健操是很有用的，但是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你做个近视眼手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就像医美可能可以快速解决你的黑眼圈皱纹，但是其实它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这种快捷的东西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我觉得改变自己的习惯和改变自己的作息，调整自己的状态，坚持运动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自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和你的反省机制和你的自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我们越是在这个时代，越不要去急于求成吧。我觉得拍戏给我带来最好的一个运动，给我带来最好的就是我会去接受和自己和解，去接受自己的失败，然后呢，读书就让我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思考。然后其实拍戏给我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当然我很喜欢跟大家见面，很喜欢在台上跟大家互动，很喜欢那种感觉，非常的过瘾。但是你没有发现会有很长的戒断的反应。当然拍戏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是我会去接受，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延时满足，就是我通过努力它是一个要一定时间才能够得到回馈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还是要多努力，因为耕耘不会说今天耕耘明天就收获，所以继续努力吧。然后也是创作好的剧本，然后得到更好的制作，然后去做出一个真的自己有突破，自己满意，演的又爽，然后有突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就是我觉得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吧，对吧？赚到了钱，然后拿自己钱投入到喜欢的事业里，然后昨天跟同学也聊，就是说，很多时候学数学的人总会有个目标，就比如说我要登到这山顶，但是呢，登完山顶以后，这就和学文科理科的区别，就是他有目标，我要登山顶，我就要登山顶。那文科生就是我登到山顶，我会把这个可能通过1万字、2万字、3万字去形容我在登山顶的这个美妙的过程，我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去尽情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去好好努力，对吧？躺平是这个齿轮就不转动了，我们要让这个命运的齿轮转动起来，所以还是大家得加油，得努力。就像你不迈出这一步，不写剧本，不写歌词，不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永远都看不到那个呈现出来的片子。当然片子出来了，跟那个演唱会又不一样啊，对吧？你可以反复的看，可以反复的去欣赏，然后去每个人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一种解读。所以对，我觉得明年还是会把重心放在拍片上吧，去做一个真正自己满意的一个作品出来，对，能够看到人性，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表达出一些东西来。好吧，那就这样了，也不早了，7点半了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新年新气象，加油，然后争取下个月，对吧？我们还是会在直播的时候多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些见闻，分享读书的感悟，分享一些上课的感悟，分享一些自己出去的感悟，分享自己做戏的时候的心得，对吧？然后对，期待这个片子早日能够跟大家见面，拜拜。